小盲位的玩家呢，筹码量大约是3万，他选择了 all in。然后大盲位的玩家筹码量非常的多，他看了我们2个玩家大概都只有3万上下之后呢，他也选择了 all in。这个时候呢，我的一对 Q 呢是一个很明确的根数，我会继续的范围应该是 JJ 跟 S King， 也就是说只要是比 JJ 跟 S King 还要弱的范围呢，我很有可能会洗牌。3位玩家摊牌我是 QQ， 小盲位玩家是，然后大盲位呢竟然是。Hello， 大家好，我小 P。我们今天人在华人扑克协会我们今天要参加的是7周年的系列赛。那今天要参加的赛事呢是1万的豪客赛然后我们这是一个赛事全纪录。好，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EV 实验室上线了。那 EV 实验室呢是一个扑克网站，里面有很多的扑克新闻、扑克文章。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影音订阅服务。那影音订阅服务里面呢，有我很多决赛桌的影片包含一些手牌分析跟软体的使用，教你如何成为一个扑克大神。那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点击下方的资讯栏看一下 EV 实验室。我们今天呢，在华人的7周年系列赛呢，参加的是一场1万的豪客赛。华人的豪客赛呢，报名费区间呢，大约都在1万到3万之间那依照我的经验的话呢，人数大约都会落在50人上下，然后都会是一个固定的玩家池。所以呢，对于这个玩家的资讯呢，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其实参赛来这么多次之间呢，其实差不多都是这些玩家。所以呢，在牌桌上呢，我会更专心的去观察说哪一些人会做一个特定的动作，因为我们会非常的经常的遇到这一些同样的对手。那对于我觉得在做决策上会有一个很直接的帮助。那我们现在呢，大约是2桌的玩家看到大约有14个人。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报名上桌。Hello， 大家好，小 P。我们今天的1万豪客赛遇到了蛮多有趣的手牌，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首先呢是400、800的7人桌我在 UTG 的位置呢 raise 一个 KQ 红桃 raise 到1800， button 位玩家跟注，大盲位玩家跟注。好，翻牌是 K6另外一张小牌有点忘了，然后2张方块，1张红桃。这时候我击中了一个顶对底池有6600，然后大盲位 check。这个时候我呢会有一个混合策略原因是因为这个 button 位的玩家跟注，它的范围里面其实是有一些还不错的手牌范围。那如果说我要有一个过牌范围的话呢，我必须要有一些顶对像这样子的 KQ 的手牌，我觉得是非常的适合，所以当下我选择了 check。转牌来一张叠牌6，大盲位玩家 check。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的 KQ 呢是可以适合转牌跟合牌做一个下注，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策略。我当下选择下注大约是半个底池，大约是3000，然后button位玩家跟注大盲位弃牌，然后合牌是一张10。合牌是10的话呢，这一张10呢潜在有机会，假设对手是一些他们有没有可能有 K10， 当然有可能。但我觉得如果我下注的话呢，可以拿到的价值大概只有 KJ 或是 K9 同花。但是如果说我今天过牌的话呢，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做炸胡，所以我当下呢选择了过牌，然后button位玩家呢也选择过牌所以我就知道我的牌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我就赢下了一个底池这个底池大约是12600还不错的一个开始。马上就遇到下一把牌。下一把牌呢是一个翻牌前的状况，是400、800我们7人桌UTG 的玩家呢 raise 到1600，然后我在 button 位我拿 AK 不同花，那我的筹码量呢大约有4万，那 UTG 的玩家呢大约是3万6，然后盲注位也差不多接近4万，也就是说这手牌的有效筹码呢大约是接近40个大盲我的 AK 不同花呢一定就会选择3次下注。那我觉得选择的下注尺寸呢，从4800到5600，我觉得都是一个合乎合理的这个加注尺寸。那我当下觉得加注到5600，我觉得比较适合一点。我加注到5600，
然后UTG 的玩家呢想一下之后选择了 all in。那我们这边 AK 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啊，我认为我的范围里面呢，JJ 以上的对子或是 S King 呢，我都会3次下注之后呢跟注这个 all in，所以呢他 all in 我就跟注了。那我是 AK， 他是一对 J。运气不是很好，没有击中啊，所以呢，这把让我损失的基本上是大部分的筹码量。这手牌输了之后只剩下700的筹码量。然后呢，我在前面的位置 all in 一个 KJ 不同花，小盲位跟大盲位都跟注。然后翻牌是 J99 turn 7 river 7啊，他们2位玩家呢一直 check 到合牌。那我中了一个顶对，所以这把牌呢让我从这个700的筹码量啊翻3倍，加上赢了一个 NT 啊，大概是2000多的筹码量。然后呢，过了几手牌之后呢，我到了大盲位啊。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在前一手牌拿到一个也是非常差的手牌啊，但我觉得我可以考虑 all in 很宽的范围，但我有点忘了我当下为什么没有 all in 啊。反正就是过了这把牌之后呢，我到了大盲位，放了大盲之后呢，后面剩下大约1300，反正 UTG 的玩家加注，然后我在bottom位拿了一个16不同花。那面对一个最小加注的话呢，前面假设 all in 的话，我们这个也是要跟注，因为我们不到3个大盲，我们的全范围都是要继续。然后重点是怎么继续呢？我觉得还是一个学问啊。如果说我翻牌前 all in 没有弃牌率的话呢，可以考虑跟注，我觉得跟注是一个不错的策略。翻牌是 AQ10， 我是16不同花，击中一个顶对，在这个翻牌呢，我可以考虑直接 all in。原因是因为他还是会跟注很宽的范围啊。我认为他如果今天 J9 同花，他会跟注，甚至认为他如果是99以下的手对呢，因为我 all in 500嘛，底池已经有4400，所以他的任何的手对呢也是必须要继续的。所以呢，我 all in 之后呢，他跟注啊，他是 AK 啊，这把牌呢就是为没有变得更强的手牌啊，就是我还是一对，所以我就输了啊。这我输了之后呢，就重买，重买的回来的休息时间呢的第一手牌啊，蛮有意思的因为这手牌的状况呢，休息回来的时候很常会有玩家赶不上第一手牌。所以呢，这手牌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在 low jack 位，但是呢 CO 位跟大盲位呢，这2位玩家都不在位置上。所以说，在我的预设范围里面呢，我这边的加注范围呢，就不会是像 low jack 一样的这么紧。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大盲位不在，第二个就是 CO 位不在，所以从 low jack 位我其实就变成一个 high jack 位，就是在我后面的玩家对我来讲有位置的玩家只有2位。那再加上大盲位不在的话，我认为我的加注范围呢，可能会是一个接近33%到35%，不会说像是 low jack 位可能只有25%左右这样子。所以我的范围会比较宽一点。我拿到 A8 不同花，我觉得绝对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加注。这个时候呢，bottom位的玩家呢，他是一个蛮常打比赛的玩家，然后他选择跟注。那我预设范围来说，我认为他的跟注范围会相当的宽原因是因为他知道盲注位只剩下1位玩家，就是小盲位。所以他的后面的玩家更少的时候呢，他可以跟注一个更宽的范围尤其是他认为我的范围应该会很宽因为大盲位不在，所以我觉得他抵抗一个比较宽的范围呢，也是相当的合理。反正就是 bottom 位跟注进入到一个单挑的底池，翻牌是854 Rainbow， 然后底池是6500854的话，我是一 A8 嘛，我击中一个顶对。那我认为呢，这手牌呢，我会是一个相当高频率的下注原因是我的手牌呢需要保护，然后有很多的转牌跟合牌对我来讲不是很好。基本上任何的9以上的高牌呢，或者是6跟7基本上就是所有的牌除了 A 跟8以外，大概都不是很好。所以我就选择了下注半个底池3000，然后呢bottom位玩家跟注，转牌来一张 K， 还是一个 Rainbow 的牌面底池12500。那我觉得 K 的话呢，其实对于他来说呢，我觉得他会有一些 K 的范围，我会有一些 K 的范围，但是我一样这个原则就是我觉得我的 A8 应该还是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几率呢，转牌持续的下注，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策略我就下注了一个6000，然后他跟注，合牌是一张比较差一点的手牌，是一张6变成是一张7就成顺子那我觉得我的 A8 呢是没有办法再拿到 River 的价值我觉得他可能有一点点的机会，他有99，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跟一些很随机的，比如说 King Queen King Jack 之类的手牌。那我觉得如果他单纯是有8的话呢，他的合牌我下注他也不会跟注，所以我觉得这个价值范围其实拿不到什么价值。假设他今天是66或77，那合牌他也赢我，所以他也不会弃牌，然后我下注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下注我就输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手牌呢是一个非常适合的 check。然后我 check 之后呢，他也 check， 那我就知道我的很大的机遇呢就可以是最好的手牌所以呢没有意外，我 check 之后他看到我的 A8 之后呢，他就把他的牌给丢掉，所以我就赢下一个24500的底池。然后这时候呢，我换桌换到隔壁桌，有几手牌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这手牌呢是在500、1000的盲注级别，然后我在 Hijack 位拿 K10不同花 ，K10不同花在 Hijack 位是一个很标准的加注啊，选择加注在2000，CO 位的玩家跟注，然后大盲位也跟注。好，翻牌是 J73，然后73梅花，翻牌的底池大小呢有7500，然后呢这时候盲注位 check 啊，我认为CO 位的范围相当的宽啊，它会有很多10J、JQ、KQ、KJ， 我觉得都潜在它的范围里面。那我觉得我的 K10呢，其实在这边持续下注，尤其是我没有梅花的情况下呢，更不应该持续下注，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过牌。第二位玩家也过牌，然后转牌来了一张梅花 K， 那我觉得转牌来一张梅花 K， 大盲位又 check 的话，我觉得我的 K10呢可以是一个混合策略，我觉得我可以考虑下注，可以考虑过牌，我至少可以拿掉一条街的价值。所以我就是打算呢，在转牌下注。第二位的玩家，他假设今天是 A10不同花，或者是 AQ 不同花，带一张梅花的话呢，我觉得他都会跟注，也就是说他会跟注一个比我弱的范围。所以我选择了下注4000，CO 位的玩家跟注，然后大盲位弃牌，合牌来一张小牌，底池15500。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认为我的 K10呢没有办法持续下注拿到价值，因为我觉得它不会有更弱的牌支付我。然后呢，我觉得如果我过牌的话呢，我刚刚讲到他手上里面只有带有一张梅花的手牌呢，他很有可能会炸胡，所以我的预设策略就是 check， 然后如果他下注的话，我的手牌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我 check 之后呢，第二位的玩家很快的也就 check， 然后我想说，应该是赢了，结果他竟然是 KQ 不同花，就是他的踢脚比我大。然后我觉得，如果我是他的话呢，我觉得我应该会考虑下注，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 KQ 呢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可以多拿一条街的价值。我如果是99、10翻牌 check 转牌下注的话，我觉得我99、10甚至合牌都可能考虑去抓炸胡。所以我觉得他的 KQ 呢是少拿了一条街的价值啊，但是没关系啊，就对我来讲是一个很不错的状况。接下来呢，下一手牌呢是我在今天赢到最大底池的一手牌啊，跟大家讲一下什么状况。这手牌呢是在500、1500的盲注级别啊 ，UTG 的玩家他选择加注到3000，然后 Hijack 的玩家跟注，我在 button 位我也跟注。然后我的筹码量呢大约是35000，然后 UTG 的玩家大约是28000左右。刚刚讲的 Hijack 的玩家的筹码量非常的多。大盲位的玩家也跟注啊，大盲位的玩家大约有3万，所以其实对我来讲，这把牌的有效筹码大约25个大盲左右。那我的 KJ 同花就是一个很明确的翻牌前的跟注是没有问题的。好，翻牌是4人底池哦，然后84黑桃方块2，底池14000。然后呢，我的手牌相当的不错。大盲位玩家 check， 然后这时候 UTG 的玩家呢持续下注5000，Hijack 位玩家弃牌。那我认为这位玩家在4人底池的情况下，尤其是对上 Hijack 位跟 button 位加上盲注位，他在这边持续下注的，他范围呢很高的几率呢会是99以上的大对子，或者是一些什么 AKQ 同花，不管是正门花或是后门花，我觉得一定要是这样子的范围才符合一个持续下注的范围。所以如果说它的范围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我的 KJ 黑桃呢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不认为我有足够的弃牌率，再加上我也觉得我如果有位置的情况下呢，我会偏向跟注进行到转牌跟合牌啊，因为我有位置，代表说我要看到转牌跟合牌才能够实现我这个位置的优势嘛。那如果说我翻牌就加注就 all in 的话，那我有位置的优势这件事情就不成立，而且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当下选择跟注，然后呢，大盲位的玩家也弃牌，所以是一个单挑的状况。转牌来一张黑桃9，我就击中了同花，然后呢，底池大约是24000。这个时候呢 ，UTG 的玩家大约剩下2万而已，所以他 check。那这时候呢，我就有一个决定要做。以我整体的范围来说，如果我今天有一些对子，比如说手对，整体的范围呢，都会是一个很高频率的 check。那尤其是我今天中了同花，如果对方的筹码量相当的多的话，那我觉得我的同花是必须要非常高频率的下注。但是因为今天底池比呢已经不到1:1啊，就是说底池24000，它只有2万的筹码量，就算我转牌 check， 我合牌都可以很轻易的 all in 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转牌可以有一定的频率 check， 我觉得是一个相当好的状况。所以呢，我当下选择了一个混合策略的 check， 然后呢合牌呢开了一个9，变成是842。turn 9 river 9一个叠牌面出现，他想了一下之后呢，他 all in， 那当然我就有一个很明确的跟注，我认为我赢任何10以上的对子，然后任何的比我小的同花甚至有机会，他如果今天是 Q10 黑桃，他也有机会这样子打。
所以呢，他很自信的开出他的 AA 带黑桃 A 哦，他觉得他 all in 被我跟了，他应该是赢了。但他没有想到呢，看到我的 KJ 黑桃啊，所以他更意外啊。他可能意外的是，我怎么会转牌中同花，然后做一个过牌？如果说我们的转牌永远都不会过牌这些同花的手牌的话，合牌很有机会会被他拿一张像是 AK 带一张黑桃做一个炸胡，我觉得是很有机会。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个混合策略来保护我们一个整体的范围。那实际上，就算我下注，他也会跟住啦。整体的策略来说呢，我觉得这手牌我处理的算是相当的满意。所以这把牌呢，让我打了6万多的筹码量，但是呢，在接下来的几个盲注级别呢，包括1000、2000、1000、2500这2个盲注级别呢，基本上我这边的记录呢，就是没有什么手牌哦，就是基本上没有大牌，然后要不然就是我 raise 对方弃牌，要不然就是我抵抗了盲注，然后对方持续下注我就弃牌，所以没有太多有意思的状况的手牌，让我的筹码量呢掉到了大约剩下36000，就发生了这一手牌。这手牌呢是7人桌，我在7人桌的 UTG 我有36000的筹码量，就是12个大盲，我拿了一对 Q， 一对 Q 的话呢，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是一个最小加注，我不会考虑直接 all in。如果说12个大盲在7人桌的 UTG 我要直接 all in 的话，99甚至是99以下的对子比较适合，99到442233可能会弃牌，我觉得 all in 可能也不会太差。我需要还是有一个最小加注的范围，那我觉得非常适合拿这一些，比如说 A3、A4 同花 min race， 或者是 JJ 以上的大对子 min race。然后如果被对方弃牌的话呢，我的 A2、A3、A4 同花还是可以考虑弃牌，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混合策略。好，所以呢，我的一对 Q 选择最小加注，然后呢，小盲位的玩家呢，筹码量大约是3万，他选择了 all in， 然后大盲位的玩家筹码量非常的多，他看了我们2个玩家大概都只有3万上下之后呢，他也选择了 all in。这个时候呢，我的一对 Q 呢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但是如果说我要作为一个思考，说我整体的策略应该会跟注到什么样的范围的时候呢？我认为，如果我今天是8899，我很有可能考虑弃牌因为我认为小盲位 all in 面对我在前卫的位置，然后大盲位再 all in 的话，我会继续的范围应该是 JJ 跟 S King， 也就是说，只要是比 JJ 跟 S King 还要弱的范围的，比如说9910 AQ 我很有可能会弃牌，第一个很明确的弃牌。但是我今天是 QQ 很明确的就是我知道他会有比我更弱的对子，然后我知道他会有S Queen、S King， 所以我觉得这个 QQ 当然就是一个谁来打都一样。3位玩家摊牌我是 QQ， 小盲位玩家是 AK 不同花，然后大盲位呢竟然是 KK， 然后呢就是翻了无关紧要的翻牌然后就出局了。所以这手牌出局的时候呢，已经关注册所以就是总共有77个买入。那我们出局的时候呢，大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约是33就是比赛的一个中期。然后我们今天报名2次，但我觉得有蛮有意思的手牌，整体的状况呢，大约就是这样。我也会持续的将这些有趣的手牌呢，作为一个详细的分析。如果说你想要投稿手牌、问手牌的话呢，可以到下方链接 Discord 投稿手牌。我每个月会挑一些有趣的手牌来做一个手牌回复。好，如果说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记得订阅分享。我是小 P，拜拜。